本期视频我们要聊的一个关键的指数，那么就是香港恒生指数。在这一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国内的深圳成指，还有中国30年期国债以及港股的东方甄选。最近2天，我们除了分享了这些视频之外，其他的一些视频，比如美股的贝宝半导体材料指数以及沪铜主联这个期货品种，我们是放在自己的社群当中去共享。好，香港恒生指数这支品种，我们其实之前对于它的整体走势做过结构划分，那么这一次我们也是再次更新，来看一看2026年从香港恒生指数来看香港股市的一个机会。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这一轮月线图的一个结构前期第一轮的上涨走势它并不是一个推动浪的结构它就是一个所谓的3波反弹浪在此处在32000左右就已经结束了。那在这个反弹浪的上行结束之后市场是迎来了中期的回撤调整。那目前来看，这个中期的回撤调整它是走出了一个不规则的平台型也好，或者认为它是一个双重三浪也好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处于这样一个大区间的结构当中。那么从这个2022年10月份开始，这个调整浪就结束了市场进入到和之前蓝色段同级别的再次的反弹浪的一个上行当中。对于这一阶段的走势，我们先来通过黄金分割来看一看上方后期将会面临哪些比较关键的压力，同时我们也会借鉴一下这个波浪尺通过以上2种方式，那么可以看到后期整体向上有3处位置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一处是27900，下来是29000以及31000，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比较近的3处月线级别的压力目标，27900、29000以及31000。那当然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可能我会中间的这个位置29000这个位置我可能会重点的会看一下第一个位置因为距离现在的价格比较近它是存在直接突破的这种可能性的。第3个位置又相距比较远所以现在我们主要看的是第2个位置29000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当前的这波走势新的走势。那对于这个走势结构，我们之前我们是给出过一定的预期，无论这里是向上的反弹浪也好推动浪也好，至少在现阶段来看，尤其是第2个阶段开始1、2、3、4、5、6、7已经走出了延长浪的特征。那近期这个调整如果一旦结束的话，有可能会迎来最后一轮第9波的延长浪的一个上涨这是目前我们对于它整体结构的一个划分。那前面的大结构呢，那么我们可能会说这是处于这波反弹浪上涨的一个所谓的外浪如果都按3波结构来看待后市发展的话，那么前期完成的第一浪这是双重三浪的 W， 这一处是完成了 X。 那现在其实我们就处于这个 Y1 当中。至于这个 Y1 内部它是否有可能会走出一个5浪推动的结构形态，那么还有待观察。1、2、3、4、5，如果按照5浪推动的结构来看的话，那么它就会按照此次段结构去发展。那现在其实处于主升3浪当中的第9波延长浪的一个初期，也有可能是主升3浪最后一波的上行推动浪。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说它有可能会从5波常规的5浪推动演变成9波延长，随着最近将近半年的时间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是明确了后面是有延长的这个特性在。好，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这个周线结构看到了当前我们是处于这个延长浪当中的第8波调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考虑或研究一下当前的这个第8波调整进行到了什么样一个阶段。我们将时间调整到日线图。首先我们还是先把黄金分割画出来。从目前第8波调整的走势来看日线短期走势这里是运行的一个双重三浪这是目前我们能得到已知的一个条件。如果双重三浪结束了，那么就代表着后期将会运行第9波的上涨但是这里除了这种预期之外，它存在一个变数存在一个什么变数？因为现在国内的股市来看它是走势良好大势走势良好，但是美国股市它是否会延续之前的多头牛市的泡沫，我们现在不确定。所以如果说是跟着国内股市走，那么后期肯定是要再向上创出新高抵达我们刚才所说的月线的3个目标压力。如果这里出现风险事件，当前的这个位置是有可能从目前的双重三浪演变成3重三浪的一个发展。
但是不会比之前的这个低点低太多。大致我们看到它可能是属于一个类似于旗形整理的这样一个形态当中，可能不会太多。那下方的关键的目标价格支撑也就是位于25000到24700，25000到24700，这是目前在整体的上行结构当中，由于调整浪的形态变化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变数在这里，仅仅就是在这里。所以近期主要还是来看最近的这一波上涨中途的这个回撤力度，我们其实可以用黄金分割把最近的这波走势的黄金分割拉一下，找到下方的关键的目标价格支撑，大致是位于25700附近，这可以算是一个短期日线的一个多空节点。在这之上，我们还是以多头的趋势去看待第9波延长浪已经开始，万一跌破这个位置，那么向下从目前的双重三浪结构演变成3重三浪的结构的概率将开始增大。因为如果说是往上走的话，它不应该此处回撤这么深回撤这么深，应该日线经过短期的洗盘，这个我们是能看到的，或者是能接受的。那么如果回撤太深的话，那这就代表着市场在此处的调整将会继续向着横向用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继续修整，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个变数。所以后期无论是哪一种走势结构都不会影响我们继续看第9波延长浪的一个出现，这是目前咱们最新跟踪对于香港恒生指数整体的走势结构看法。至于后期或者近期，我们重点就是要关注这个位置之上，可能相对来说我们更多的会乐观一些，或者说再次向上，如果突破了之前上一次 X 浪的高点，这个高点是位于27188，也可以确认第9波的上涨已经正式开始了也就是说不用等待下方这个位置，向上只要突破27188，我们就可以确定进入到第9波上涨当中只有它持续的回落，说跌破了这样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才会认为它会走 WXYXZ 最后一个 Z 浪的这样一个结构。当然这个 Z 浪结构和之前的 Y 浪和 W 浪的走势结构会非常类似，内部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散波的这样一个形态，但是日线级别中短期的调整不影响我们对后期整体大势的一个看法。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香港恒生指数最新的走势的一个结构分析当然可能有的人大家认为目前的这个位置可能会不会还有其他概率或者其他形态的可能性，如果你觉得有，那么也可以选择在咱们这次视频下方去留言，我们来探讨一下你说的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有多大。至少目前我经过复盘之后，我认为当前我说的这2种形态结构概率更大一些。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期再见。